在贵州凤冈的深山峡谷里，无人机发现神秘5层建筑，房子镶嵌在崖缝之中，后面就是深不可测的山洞，方圆几里了无人烟。此建筑到底是何人所建？又在这里做什么？是秘密基地还是高人的隐居场所？今天就跟着镜头，我们去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我现在来到贵州凤冈县的大山里面，这个地方的话叫梯子岩。我们需要到达那个山洞里面的建筑的话，需要徒步40分钟左右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过去看一看它里面到底是做什么的。眼前这条公路的话，以前它是可以通往谷底的，但是现在的话已经废弃了，所以说我们只能把车停到山上，需要徒步下山。下到谷底之后，我们再上山，然后就能到达那个位置了。我们来看看这四周的环境啊，全是这种连绵起伏的大山。这个下方的话就是一个很高的悬崖，下面那一条峡谷的话有一条河，那个河水的话非常的清澈透亮啊，而且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安静，我们只能听到鸟在叫，还有那个河里面的流水声。在这个崖壁上我还看到了有3个字，这个应该就是梯子岩，但是左边那个字的话看不清楚了，右边2个字还是清晰可见的，就是这个地方的地名嘛。现在的话我终于来到谷底了，我们要沿着这条小路，然后就开始上山了。那个建筑的话就在上方的崖壁之下，它就在那个崖缝之间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徒步上山吧。这条路的话应该也是他们以前修建的，因为他们建房的话需要搬运材料，然后才修了这条路。这条路的话这2边也是然后垒起来的，我们能看到这边上的话也是有很多的野花呀。光是修这条路的话，我感觉代价也不小啊。上来的话全是这种石阶，然后一直垂直上山。这2边的树木的话已经长到这个路上来了。这个地方的话，现在估计是很少有人来这里了。你看这些树、这些草，全部长在路中间来了。而且这个石梯上的话，也是布满了青苔啊。现在的话，我差不多走了1大半了。这里的话，全是这种云梯啊，而且它下方的话是悬空的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能看到，它下面的话全是悬空的。但是它会有那个框架，用来作为那个支撑点，隔3米左右，它就会有一个支撑点。走在上面的话，还是非常的安全啊，因为它这个很宽。我感觉这以前这2边的话，应该也是有建筑的，或者就是有护栏，现在的话可能拆掉了。在这个位置的话，我们隐约就能看到那个建筑了，它刚好镶嵌在2边的崖缝之间。里面的话就是一个山洞，上方的话就是垂直的绝壁啊，这应该有个60米左右吧，也是非常的壮观漂亮啊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就需要沿着这个比较垂直的石梯一直向上走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回头看一下，我上来的话一直是走这种云梯啊，到前面那条公路的话看着不是很远，实际上的话走路的话，走得快的话应该都要7、8分钟。因为它是一路上山吧，还是比较累的。我们越往上面走呢，它这个路啊就会变得很潮湿，因为上方的话那个山洞里面有很大的水流出来。我们走上来的时候就能听到它边上有很大的流水声。现在我们看的话，这个水流还是挺大的，因为现在的话也不是雨季嘛。现在的话我就走上来了，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大门。右手边的话有一堵很高的墙，现在的话我们就到内部去看一看。我们能看到它这个建筑的话刚好5层，就镶嵌在这个崖缝之间。右边的话还有一条瀑布倾泻而下，这个瀑布要是涨水期的时候应该是很漂亮的。它这个水的话就是从那个小山洞里面流出来的。下方的话有一个池子，上面的话我们看看有没有鱼啊，那个池子里面。这个地方以前是有护栏的，但是现在的话已经损毁掉了。我们看这个池子的青苔的话，
它应该是跟这个建筑是同时修建的。我们上去看看里面，有可能有鱼这里面。它这个水啊，非常的干净啊，清澈透亮，这就是真正的山清水啊。但是里面的话，我没有看到有鱼啊。我们来看看它这个建筑里面，这里面真的是一片漆黑啊，这样的话看得不是很清楚，应该就是一堆废弃的生活垃圾吧。我们到它内部去看一看。我们看它这个墙壁的话，很多都已经脱落了那个外墙，而且也是长满了青苔啊。上面的话还有电线，以前这个地方还是通电的。前方的话也是长了很多的这种树啊。它这个建筑的前方的话有一个平台，这个平台的话应该是有50个平方左右吧。我们到边上来看看下面，它这个地方的话刚好正对着这个峡谷。前方的话也是一个很高的山，这个地方的风景也是非常的漂亮，山清水秀的这个地方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到内部去看一下。我看到它这个边上还有一个小屋，这里面的话堆放了一些木板和一些生活垃圾，这不知道是干嘛的。这边的话，这个已经塌掉了。我们看看它这个门口，上方的话有4个标志啊。禁止酒后进入，禁止喧哗，还不让抽烟，禁止拍照。这里面到底干嘛的？还不让拍照。走到这个门口啊，就感觉一股凉风袭来啊。我们打开手电，这左手边的话，这是厕所，边上的话就是天然的银币。我们来看看右边，哇，它这右边的话全是这种生活垃圾啊。还有很多的木板，而且还有很多的这种瓶瓶罐罐，这不知道是干嘛的，一片狼藉，真的。这里面的话也是非常的黑呀，伸手不见五指的。这边的话也是有一个小房间，这里面的话也是什么都没有。我们来看看这右边，右边的话这里面还是挺宽敞的。我看到这里的话有很多的这种，这是啥呀？这个是输液管吧？这个地方好大一堆的输液管呀，这到底是干嘛的？这里面的话也是有一些泡沫板，很多的这些塑料管呀。我们直接上2楼吧。上2楼的话就要走这个石梯了。它左边的话就是天然的银币，就是一个人走在这里面的话还是挺瘆人的，因为它里面的话有那个水滴的声音，这里面有那个泡沫板吧，水滴在上面的话还是挺瘆人的。因为我是一个人来到这里，现在的话我就来到了2楼，我们看看里面，哇，它这里面的话是这种很多的格子。但是好像都被人破坏掉了这些。你看这个地方，有很多的这种废弃的瓶瓶罐罐。我看到上方的话写的有3个字“水没进”，这个是干嘛的呀？我们继续往前面走。这地上的话也是有水，这里面非常的潮湿。我们看它这一排排的格子。两边的话都是比较对称的。我们从边上然后走到里面看一下，它这每个格子的话应该有1点多个平方吧，规则的话都是一样的，大小都是统一的。它都是靠这种瓷砖然后隔起来的，你们看，而且全部是被损毁掉了，满地的全是这种瓷砖的碎屑。它这个看起来的话，有点是像养鱼的，因为它这种格子的话，就是养那种娃娃鱼嘛，也有可能。我们上那个3楼去看一看，因为它这栋楼的话，一共是有5层。我们走完之后，应该就能知道它到底是干嘛的了。
它这栋建筑的话，全是这种框架结构啊，就是钢筋混凝土的框架结构。它并没有装修的，就是这种毛坯房。因为它在这个山洞里面的话，最左边的话，右边跟左边都是天然的岩壁。我们看看这个地方就到3楼了。它这个每层的话都有这个编号的，我们进去看一看。它3楼的话就是这种很大的池子，这个池子的话有点像那种澡堂的池子，就是澡堂用的泡澡的。这种池子看起来的话更像是养鱼的呀，因为2楼那个小格子的话养鱼，可能其实也不是很像，但是3楼的话这个大池子看起来就是养鱼的。全是这种大池子，这3楼的话保存的还算是比较完整，这些瓷砖的话都没有被人损毁掉。外面的话也是有很大的这个水流声了，因为就是我们看到那条瀑布，通过这个窗户的话也是能看得很清楚。我看到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开关。它这个开关的话，应该是控制水流的，应该是吧？它这个池子的话也是有编号的，我们能看到这里是311，它每个池子都有它的编号。这边上的话，这个应该就是排水沟了。它这个池子的话是可以放水的，看样子的话，这应该是养鱼的。山洞里面养鱼的话，我估计就是娃娃鱼跟那个中华鲟才能养在这种山洞里面，因为这2种鱼的话，它能在这种潮湿的环境生长。这边上也是有很多的这些瓶瓶罐罐。上4楼的话，这个地方需要转一个弯了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就上4楼。这4楼的话，就能听到滴水声了，因为上方的话就是第5层了，第5层的话就是那个岩壁了，就会有很多的水滴下来。我们先看看4楼吧。4楼右手边这个墙壁的话已经损毁了，我们到里面看一看。这门口的话有很多的这个什么粪便啊，这个是什么动物的粪便？是老鼠吗？老鼠感觉没这么大吧。哇，这个4楼的话有很多的这种格子。它这个格子的话也是非常的大呀，比那个2楼要大一点。它这个格子也是有很多的编号的，我们看到418、417、416。它这个左手边的话还有一个房间，哇，这里面是啥呀？满地的胶管，这个的话就是那个输液管吧，还有很多的那个注射器。这是养鱼的吗？养鱼的话需要这些工具吗？你看这些到处都是，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这种玻璃罐子，还有这种塑料的瓶瓶。我还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注射器，还未开封的，还是那个塑胶袋给它包装好的，全新的。这个是，它在里面到底干嘛的呀？养鱼的话，难道这个是给鱼治病的吗？我们往前面走，这个地方有一个网兜。有网兜的话，应该就是养鱼的。这里面的话也是有很多的泡沫板呀，这应该就是用来保温的吧。这个地方还可以下去，这里有一排梯子，下方的话就有水滴下来，它是从那个顶的那个地方渗下来的。我们从边上这里过去看吧。这上面的话，还有就是那个水霉镜，然后边上的话有这种海绵，这些格子的话也是被损毁掉了，满地的残渣。这里面还长草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到最后1层吧。
你看这边上，它还有这种钟乳石。我们上5楼看一看，它这里面所有楼层的话都是没有装修的，全是这种毛坯的。它主要就是靠这个框架来支撑。好，现在我们上5楼。5楼的话就能听到很大的流水声，因为它的山洞的话就是在5楼的最里面。我们看看这上面，这上方的话是很大的池子，里面的话就是很大的山洞。山洞的话，一会儿我们再去看吧。我们先去看看外面。因为这外面的话有亮光，它这个地方是最后一层了。哇，这5楼的话，它是有很多的这种泡沫板，但是这个泡沫板上的话有很多的这个应该是异鸣沙吧，就是那个蝙蝠的粪便。夏天的时候，这上面应该是有很多的蝙蝠，但是现在的话好像没有。我看到旁边这里有水滴的声音了，就是滴在这个泡沫板上。哇，这个泡沫板已经被这个水滴破坏掉了。水滴石穿果然是真的呀，何况一个泡沫板呢，石头都能滴穿。所以说大自然的威力真的是太可怕了。这个水滴它长期日积月累的不重复的滴，石头都能滴穿。我们继续往前面走。到处都是这个蝙蝠的粪便，它最顶上这个地方还有一层，但是这个地方的话上不去，上面的话应该也是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些泡沫板吧。因为这下方的话堆满了这种泡沫板，还有海绵这些。这上面的话，前方这里也是有这种格子，都是很对称的这种格子。这就是最后一层了。我们看看这边上，这里有一个走廊，这里好像是可以过去的。但是我感觉这个门好小呀，它边上的话有这个护栏，这个水的话就是从那个地方流出来的。我们下方看到了那条瀑布，就是从这个地方流下去的。我们人的话就不过去了，因为它的话就只能走这么一点点。我们然后再去看看里面那个山洞，你看这岩壁上也是长满了这些草。我们来看看左边这里，它这个的话就是钟乳石，山洞里面天然形成的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就去看看里面那个山洞，这些水源的话，全是从那个山洞里面流出来的。这上方的话也是有滴水呀，你看那些岩壁的话也是很潮湿的。这里面的空间还是挺大的。我们看这个山洞能不能进得去啊？这里好像是可以过去的，我们过去看一看。这个池子的话，应该以前是用来蓄水的，但是现在的话已经是干枯了，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废弃了嘛。我们从这个地方走进去。其实它这个还是挺宽的，走在上面的话还是挺安全的。下方的话，这里有一个池塘，这个水塘的话里面好像是没有鱼吧，我没看到有鱼。我们看看里面有没有鱼。这下方的话也是有一个水塘，水塘里面的话也是很干净的，但是没有看到有鱼。我们往里面看看，这下方的话有一个铁管子，这里边上的话也是有很多水。它山洞这个地方的话修了一堵墙，我们的话进不去了。这个山洞的话被这个墙堵起来了。它这个应该修来就是用来蓄水的，下方的话也是有那个排水口，所以说也是很遗憾，我们进不去了。那我们现在出去吧。它这个地方我感觉来看的话就是养鱼的。
这里面真的好冷啊！我们还是快点出去。一个人在这种地方的话，说实话还是挺瘆人的，因为它这里面的话有很多的水滴声，然后加上自己说话呀、走路的回音，就感觉后面有什么东西那种感觉。现在的话我就出来了，哇，还是外面舒服啊！那里面真的是太阴森了。这栋5层楼的建筑呢，我现在就已经走完了。我感觉它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养鱼的，就是养娃娃鱼跟那个中华鲟的。但是它为什么废弃了？我感觉应该就是下方的话在建水库，所以说它这个地方就废弃了。好，今天的探索的话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